今天想和您聊的这起案件发生在西安，一个22岁的女孩，银行职员，刚刚开始她的人生；一个22岁的男孩，考研失利，徘徊在人生的低谷。他们曾是高中同学，也曾是恋人。最后，男孩穿上快递员的工作服，拖着一个32寸的行李箱，敲开了女孩的家门。女孩的生命停在了22岁。这起被媒体称为冒充快递员杀人案的案件，近日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22岁的凶手张某被控故意杀人罪。受害者的母亲在法庭上悲痛欲绝，唯一的诉求是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今天就请跟随小薇一起走进这起发生在西安的冒充快递员杀人案。故事要从2024年1月的一场高中同学聚会说起。在西安这座古老又现代的城市，22岁的小万刚刚从大学毕业。他身材高挑，长相出众，性格温和。2023年，父亲因病去世后，小万和母亲相依为命，母女感情很深。张某同样22岁，是小万高一时候的同学。高中时期，两人交集不多，但在那次同学聚会上，昔日的同学情谊突然冒出了火花。聚会结束后，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，很快便确定了恋爱关系。起初，这是一段再正常不过的异地恋。小万在西安，张某在另一个城市备战考研。每天的视频通话，深夜的互道晚安，偶尔的惊喜快递，和所有热恋中的情侣一样，他们沉浸在这份迟来的甜蜜里。但甜蜜的保质期往往比想象中短得多。大约1个月后，小万开始感到不对劲儿。张某对他的关心逐渐变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管控。他要求小万每天必须和他打6到8个视频电话，从早到晚，他要知道他几点起床，几点出门，和谁吃饭，几点回家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张某提出了一个要求，两人交换手机，理由听起来很冠冕堂皇：我们要彼此信任，没有任何秘密。小万当时还年轻，或许以为这是爱的极致表现，竟然同意了。从那以后，张某可以随时查看小万的手机，掌握他的一切行踪和社交。这是控制狂的经典手法，用信任的名义剥夺对方的隐私和自由。而小万开始感觉到，这段恋爱不像港湾，更像牢笼。如果说控制只是心理上的折磨，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直接撕开了张某最真实的面目。2025年初，命运的岔路口，小万经过层层选拔，收到了西安某银行的录用通知。对于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女孩来说，这意味着稳定的工作、体面的收入、看得见的未来。她满心欢喜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张某。她期待的是祝福，是拥抱，是一句“你真棒，我为你骄傲”。但张某的反应让她彻底愣住。张某暴怒，他没有一丝喜悦，反而用一种近乎羞辱的语气说：“你不过是长得漂亮，你凭啥？你凭啥得到这份工作？你凭啥比我过得好？”这句话像一把刀，狠狠扎进了小万的心里。那一刻，他终于看清，张某并不是爱他，而是把他当成自己的附属品。他的成功，在他看来是对自己失败的嘲讽。他没有能力为爱人鼓掌，只有能力把对方拉进自己的泥潭。因为就在同一时期，张某考研失利了，他没有考上研究生，他的人生计划卡在了第一道坎上，而他的女友却在向前飞奔。这种落差摧毁了他脆弱的自尊。2025年4月，小万终于下定决心提出了分手，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挣脱这段关系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张某从来不是一个能够接受失去的人。分手后，小万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他入职银行，每天穿着职业装，面对客户处理业务。他努力让自己忙碌起来，想把那段灰暗的记忆抛在身后。而张某的状态可以用2个字形容：撕裂。他时而变成一个愤怒的人，半夜发来辱骂短信，骂他忘恩负义、虚荣、没有良心；时而又变成一个可怜的忏悔者，在社交平台上发长文，说自己多么爱他，多么后悔，多么希望重来。这种反复无常的情绪是典型的偏执型人格特征，
他无法接受分手的事实，也无法从考研失败加上感情破裂的双重打击中走出来。他需要找到一个替罪羊来消化自己的失败，而那个替罪羊就是小万。但小万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，他只是觉得张某很烦，拉黑了几个号码，换了新的社交账号，以为这样就没事了。他错了。从2025年11月12日开始，张某的行为升级了。他坐火车从自己所在的城市来到西安，开始在小万家附近踩点。他买了望远镜，每天蹲在小万家楼下观察进出的每一个人。他摸清了小万妈妈每天早上几点出门买菜，几点去上班，也摸清了小万几点下班，几点到家，几点关灯睡觉。他甚至知道小万家的门锁是什么类型，门口有几个摄像头。虽然那个老小区几乎没有有效的监控覆盖。这不是一个失恋男人的颓废行为，这是有预谋的犯罪准备。他还准备了一个32寸的行李箱，一个大到足够装下一个成年女性的行李箱。他买了一根木棍，也藏在了行李箱里。他要伪装成快递员，他要让一切看起来合情合理。2025年11月22日周五，这一天，小万下班后走出地铁站。深秋的西安，天暗得很早。地铁口昏黄的灯光下，他一眼就看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——张某。他穿着一身深色衣服，戴着帽子，整个人缩在阴影里。他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。小万的心跳瞬间加速，他快步走过，甚至不敢回头。他几乎是跑着回到了家，反锁了门。然后他给自己的好朋友发了一条微信，那条微信后来成了全网痛心的证据。在我家地铁口，好吓人，感觉可恐怖了。他戴着帽子，整个人很阴暗。朋友回复他，别怕，可能是巧合，你早点锁好门。小万又发了一句，他是不是跟踪我好几天了？朋友安慰了几句，两人聊了些别的。最后小万说，明天周六，我妈妈在家，应该没事儿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成了他此生最后一条关于张某的消息。2025年11月23日周六早上，小万妈妈像往常一样出门了，她要去上班，周六是半天班。她出门前，小万还在睡觉，妈妈没有多想，轻轻关上了门。上午9点多，门铃响了，小万从猫眼看出去，门外站着一个年轻男人，穿着一件类似快递公司的工作马甲，手里拿着一个长条形的包裹，脚边放着一个大行李箱。他说，你好，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小万犹豫了一下，他没有网购这么大的东西，但转念一想，可能是妈妈买的，也可能是朋友寄的。现在快递员都很辛苦，让人家在门口等着也不合适。他打开了门，门开的瞬间，快递员抬起了头，那是张某的脸。他一把推开门，扔掉手里的包裹，那个包裹其实是空的，只是伪装用的道具。他从行李箱里抽出那根木棍，冲进了屋内。小万惊恐的尖叫，他拼命挣扎，指甲在张某的脖子上、手上、脸上划出了无数道血痕。但男女力量悬殊太大，张某用木棍和双手死死扼住了他的颈部。法医后来鉴定，小万死于机械性窒息，颈部受到外力压迫，导致呼吸循环功能障碍，最终停止了呼吸。整个施暴过程也许只有几分钟，但对小万来说，那是他人生最漫长、最痛苦的最后几分钟。行凶后，张某把他的尸体塞进了那个32寸的行李箱里，拉链拉上，一个活生生的人被压缩成一个箱子。他还拿走了小万的手机，因为他手机里有太多证据，聊天记录、定位信息，甚至可能拍下了他的跟踪行为。做完这一切，他坐在客厅里喘着粗气，想着下一步怎么把箱子运走，抛尸到哪里。但他的计划在最后一步出了差错。当天中午，小万妈妈给女儿打了几个电话，一直无人接听。她心里开始发慌，因为女儿从来没有不接电话的习惯。她又打了几个，还是没人接。她马上联系了自己的亲戚，小万的姨父，住在附近，请他上门看看。姨父赶到小万家门口，他敲门，没有人应。
他继续敲，敲了很久，门终于开了。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男人，姨父不认识他。男人说：“小万去上班了，不在家。”姨父觉得奇怪，他打量了一下这个陌生男人，发现他的脖子上、手背上全是新鲜的抓痕，一道道红色的印记，触目惊心。姨父问：“你身上怎么有伤？”男人愣了一下，眼神闪烁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啊，不小心弄的。”姨父又问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在小万家？”男人答不上来了。他突然推开姨父，夺门而逃，冲下楼梯，跑出了小区。姨父立刻意识到出事儿了，他冲进屋内，闻到了一股奇怪的气味。客厅里有一个大行李箱，鼓鼓囊囊的，拉链儿没有完全拉好。他拉开一点，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。他立刻报了警。当天晚上，西安警方在市区的一个出租屋内将张某抓获归案。张某被抓时神情平静，他甚至对警察说了一句：“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。”他当然知道，他从策划那天起就知道这条路通向的终点。2026年6月初，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。法庭上，小万的母亲坐在原告席上，头发白了一大片。她的丈夫已经走了，现在女儿也走了，这个家彻底散了。她在法庭上几次哭到晕厥，被法警扶出去休息。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：“我不接受任何赔偿，我不要他的忏悔，我只要他死，判他死刑，立即执行。”说不可能量刑，我们就是死刑立即执行。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个打击，我现在啥都不怕了。我女儿没任何过错，就是人说这个就是女人本弱为母则刚，我就给我女儿讨回公道。而张某呢，他低着头，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当被问到为什么要杀人时，他说：“我受不了他离开我，他凭什么能过得那么好？我考研失败了，他凭什么找到好工作？他看不起我。”他继续说：“我想让他回来，但他不肯，那我就让他永远留在我身边。”这番话让旁听席上一片哗然。心理学家分析，张某表现出的是一种典型的自恋型人格障碍合并偏执倾向。他无法忍受被拒绝，无法接受前男友的价值高于自己，于是用最极端的方式抹杀掉那个让他感到自卑的存在。这不是爱，这是毁灭。小万的故事讲完了，张某将会受到法律的审判，但再重的判决也换不回一条鲜活的生命。张某被抓后曾反复说的一句话是：“我就是想让他回来。”可他一直没明白的是，一个人用暴力留住的另一个人，真的算回来了吗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薇说案，愿小万安息，愿他的母亲保重。我是小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文文，今天是母亲节，别人家的孩子大概都在给送红包送花吧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宝贝儿，妈妈已经失去你半年了，没有你，妈妈以后怎么过呀？你走的那天是11月23号，天很冷。你小时候说过，长大后要陪妈妈过母亲节，可你才22岁，就再也回不来了，比那个曾经说会照顾你一辈子的人亲手夺走了性命。妈妈，对不起你，没能保护好你，但妈妈发誓，已经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为你讨回公道。女儿，母亲节快乐！
妈妈想你，好想你。各位好心人，如果你能刷到这个视频，请帮帮一个失去唯一孩子的母亲，只求一个公正的判决，让我的孩子能闭上双眼。谢谢你们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小薇说案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。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小薇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